嘿，大家伙早喽！9月29号星期天，这个月还差2天，加上今天，我还差42公里到600。这600的跑量不容易，你们看我天天这么跑，是不是？当然这个月开始的10来天跑的少，因为那时候还热呢。这2天就挑战一下，把这月干到600。昨天那训练特别累，一会儿跟大家聊啊。那昨天跑完那15公里的强度之后，都不想说话了。然后后来努力的录像，有的时候说的有点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呢。所以昨天那个强度倒不是说有多大，是在计划之外，没有为他做心理建设和身体准备。因为要是知道4分以内跑15公里，那明天就昨天就应该吃点东西再出来，而且前面的热身就不应该是6公里，应该是3公里。虽然在起跑之前我已经自己跑6公里了，而且不太慢。你们来跑大阪马拉松就能来这儿看它。因为如果是 A 组和 B 组，就是从我现在这条路去大阪城；如果是后边的组，可能会从另外的口走，会比较近。像我现在这么跑，勉强600公里也是有原因的，就是我有休息日，虽然我的休息日也轻松跑，但是不多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就是我的强度课，强度是有保证的，导致什么呢？导致就比方说昨天的15公里跑完，我今天就特别累，我就不可能今天再特轻松的跑一个半马或者跑20多公里。我分析，你看有的小伙伴我认识的，一个月跑600多、700多，甚至800多，基本上都是就我现在这样这么跑，就是磨练自己。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可能对距离不敏感了然后耐力会变强，但是也有坏处，就是强度课不一定顶得起来。顶不起来的话，天花板就会比较低。你看这条路，右手这条机动车道，就是大阪马拉松最后的冲刺。跑到这儿的时候，差不多是42公里，差一点点42公里，就在这儿。你看这儿就是地铁站，看见没？所以最后一个亲朋好友的加油点就可以放在这儿，直接坐地铁过来。我现在跑的就是最后冲刺的路线。你们到明年跑到这儿的时候，就记住了，跑个切线。我看有没有车啊？没有车，你一定是这么跑，从前面那个桥进大阪城公园。但是像这么说，您如果目标是破3，怎么跑都没事儿。我说的就是成年男性啊，女性的话再加20分钟，就练耐力是完全没错的。您得先能跑下来，就不掉速或者不大掉。就你说破4是基本上能全程跑下来，破3呢就是基本上全程不掉速。昨天那训练跑完以后，就整个2条腿，到下午直播的时候都觉得火烧火燎的。
你看到时候比赛的时候，这一排栅栏都没有了，你贴着最左边，这样拐过来还有100多米。像我天天在这儿跑冲刺的时候，真的是感觉不一样。我觉得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这一点我之前从来没体验过。因为北京马拉松起点跟冲刺的地儿，平常都不能当起点和冲刺。所以我的强度课强度拉的是够的，就导致我拉完强度以后，大概有2、3天我都得调整。然后呢，你说会有心理的疲劳吗？肯定会有的。其实昨天状态不好，就昨天的状态很不好，一开始就不太有精神。后来我回看我昨天没剪进去的画面，因为一开始他们在跟我说配速变了，加了一组，我都完全没听懂。但是我回到家休息过来以后，我就能听懂了。然后昨天就糊里糊涂的就追上去了。后来我听懂他们说的就是差不多3分55到4分跑15公里，而不是像之前说的4分15跑20公里。这后边还有一组是4分15跑20公里。昨天我跟那一组是临时加的。其实冲上去我就有点后悔，因为当时6公里热完身以后，已经微微有点累了。我再这么冲一个，就等于说我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，有强度的半程马拉松。我就担心说，今天和明天还能不能行？我很少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我冲出去以后有点后悔。大多数时候是我冲出去以后也就冲出去了，这就是心理疲劳了。之前一段时间跑的确实比较辛苦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月一定要600，就怎么说呢，就莫名其妙的就这样，但是也挺好。你看2天42公里对我来说不长。你要说今天跑21，明天跑21，就今天早晨跑21，明天早晨也跑21，可能有点累，但是我可以加一次下午的训练。我看见大河源先生了，看最鲜艳的那一位。还有在吗？慢跑，昨天累死我了。我下午有1500米跟100米的比赛，在哪儿？在长居公园的前夕的比赛，很厉害。昨天帕克软得了第1名，对。帕克软，昨天的帕克软跟男的猜的。昨天大河源先生帕克软得了第1名，19分多。还有之前我本来想跟你们介绍，后来我没有征求大河源先生的意见。大河源先生在哔哩哔哩有一个 ID， 我放在屏幕上，对，我放在屏幕上啊，大家去关注大河源先生在日本在中国出差的吃喝玩乐，还有跑步，好不好？刚从中国出差回来，对，星期5的晚上回来。辛苦。没有。好吧，咱们一会儿聊啊。刚刚和大河源先生他们分开，现在都18公里，快19公里了。从碰到他们就一直是5分多的配速在一起慢跑。我发现有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顺其自然。今天特别累，今天你要让我平常自己训练，我可能这时候已经回家了，然后下午再跑了。但是呢，跟大家一起跑一跑，虽然说可能没有我自己跑得快，但是恰恰也是一种稳住节奏的方法。一起在大满城跑2圈，觉得不是太累，所以我就又绕了一点，完成今天的21公里，尽量。有时候跑量和强度是要互相取舍的，就是不能完全没有跑量。
但是呢，对于好多初跑者，跑量其实要比强度难，就让你一个月跑200，你可能跑得再慢都会受伤。所以我才说，初跑者可以先想办法跑快一点，然后等什么时候能跑到一个月200公里，您的5公里可以跑进25分钟的时候，再去追求那种，那种叫什么？怎么形容啊？再去追求那种累积和积累的感觉。你们看这个坡，要不然叫大阪呢，对吧？所以大阪马拉松的赛道能现在设计成这样，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基本上没有坡了。今天下午的会员节目，我聊的就是我的所谓的黑影的奇迹年，2019年，从2018年的柏林到2019年的纽约，进步43分钟，从3小时45到3小时02的过程，其实跟我今天说的不谋而合，只不过详细一些。我给大家看我所有的训练记录。刚才和大文先生聊，就是我也说，就是像昨天那么跑完，今天影响跑量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昨天那种课为什么我决定跟，就是因为昨天回家也跟家属聊，就是因为我这种15公里的速度课跑的少，自己跑其实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没有那个状态。昨天从第一个5公里，不瞒大家说我就很艰难，因为我一开始追了大家几百米，3分0几的配速追上去，然后就一直觉得特艰难。到5公里回来的时候，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不一定行了。然后当然到10公里回来的时候，我还去喝水了，我还拿水了，但是大家基本都没拿。我感觉我还行，就是其实这就是良性的竞争。怎么竞争呢？你看昨天我们几个人一起跑，我就在想，我说我要是不行了，那大家可能也有很大概率不行了，大家行我就行，然后咱们到最后看看行还是不行。这个不是说那种比较或者怎么样，不是说我盼着我行或者盼着我不行，而是说这就是良性的竞争。我看着大家还行，我就想，那为什么我不行？我也行，这样支撑下一场比较有强度的训练。而这种训练完了之后是开心的。昨天为什么说训练强度大了呢？是因为昨天的开心已经被疲劳冲淡了。你看昨天我都没有现场给大家报时间呀什么的，确实是没有劲儿了。就昨天回到家一句话都不想说，好久没有那么累了，就跟跑完一场半马比赛一样，因为那是毫无准备的晨跑，所以半马很残酷。昨天直播我也说，昨天直播我也亮出了我半马 PB 时候的数据，半马真的很残酷，能跑全马就不跑半马。能把今天大家聊聊这些，就是强度课和跑量是必须都有的，如果您想往好的练的话。但是这个好其实是挺宽泛一概念，就是我可以这么说，只有跑量跑进3小时，男性跑者问题不大，可能会慢一点。没有跑量想跑进3小时，对于没有基础没有天赋的普通人来说有难度，因为掉速要比跑得慢还可怕。就这么说，我要在马路边上站一下，要系一个鞋带，我后边拉很远的人就能超过去，然后你可能就再也超不回来了。这都是赛场上我亲眼见过的。你不觉得那点时间算什么？走路也是，你再慢，跑步也比走路快不少。你逛商场也就是15分钟每公里，你跑步再慢，只要你是跑，也怎么着也得8分钟每公里吧。所以耐力是基础，强度课是为了冲击2小时50。因为我觉得很多普通人，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，不通过努力的往上拔强度的话，可能速度的天花板也就是4分左右。但是2小时50的话，就是
要4分的配速跑全马了。那你的速度天花板得拔到3分45，可能就会在4分的时候不那么的慌张。你看昨天我们的那个配速，我就录像就不多了。原来4分10的配速，我是很轻松可以拿着相机在边上给大家录像的，对吧？就差几秒，在晨跑的状态下，你就掌控不了了。所以包括田中先生办那一下也是，对他来说昨天的强度也不低，他也累了。今天说，所以可能就是到最后一加速，脚下节奏会有些混乱，这都是人之常情。所以加油吧，小伙伴们！我今天对我今天的训练特别满意，感谢今天能碰到大家，碰到了田中先生、樱井先生、大河原先生、Maki 先生。后来碰到那位女士，那位女士我没有请教过人家叫什么，我要查一下。还有一位原来没见过的男士，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，在一起跑了大阪城的2圈。平常我自己跑了2圈觉得可长了。行，训练后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9月29号星期日清晨7点31了。今天跑得慢，因为今天真说实话，我出门的时候没有计划跑21，所以出门稍微晚了一点。但是今天又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只有5分38，因为一直在一起慢跑，心率128。今天还行，今天没有疲劳增加，今天恢复一天，我觉得明天就又能战斗了。而且这个周期还要加练一天，周3是第5个训练日，应该对吧？明天是周1，后天周2，然后周3，所以周3还会训练和拍摄。开心的一天，就是强度完了以后，逼迫自己慢下来，调整一天会很有帮助。如果今天不碰到大家，可能还是慢不下来，又会疲劳积累。所以奇妙的缘分和奇妙的，就怎么说，生命总是各种巧合组成的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又买了零卡零糖的乳酸菌饮料，100日元。咱们明天再见。